嗨，大家好。之前一期视频在介绍美军士兵跟拍歼15降落辽宁舰的视频中提到，这名拍摄者为一名华裔，而他所在的军舰则是一艘 DDG 阿里伯克级驱逐舰。那么，到底是不是此前翘脚舰长所在的马斯汀号呢？据这位拍摄者给予网友的答复，并不是。尽管那期视频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但直接证据略显不足，当时还难下定论。直到最近，我找到了一张照片，其中谜团终于被揭开。这是一张 Facebook 上的照片，是美国海军 DDG-115 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于今年5月12日发布在官网上的一张图。可以清晰看到一名士兵正在检查灭火器装置，而在右侧的简介中赫然出现了叶诗文的名字。没错，这位正是此前在推特上拍摄辽宁舰起降歼15训练画面，而后又将其屏蔽的那位诗文叶三。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没想到最终曝光他的竟来自他所服役的 DDG-115 的官方账号。简介可见，他是拉斐尔号上的一名燃气轮机技术员，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军衔跟马斯汀号那位摄影师亚瑟罗森一样，同为下士。紧接着我又顺藤摸瓜，找到了他 Facebook 的个人账号，尽管里面内容乏善可陈，但还是有一张照片曝光了他的真容。从身形上看，这张照片是不是跟此前跟歼辽宁舰时所拍摄的那张背影照片颇有些相似呢？而后从他的足迹中还能看到，他于2021年2月22日在日本横须贺进行了一次签到打卡。所以综上所述，尽管由亚瑟罗森拍摄的一张翘脚舰长跟歼辽宁舰的图片让马斯汀号红极一时，但可以确定的是，叶诗文所在的拉斐尔号驱逐舰也同样参与了那次对于辽宁舰的跟歼任务。而这艘 DDG-115 拉斐尔号从其编号来看，要比 DDG-89 马斯汀号新得多。的确，如图可见，此舰于2015年下水，2017年刚刚服役。注意，它的母港为日本横须贺，也就是隶属于美国第7舰队。但我在第7舰队横须贺的船舰列表中却并未发现它的踪迹。DDG-89 马斯汀号倒是赫然在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在 YouTube 上的美国海军官方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找到了答案。视频最开始的简介中可见，就在今年的2月4日 ，DDG-115 拉斐尔号从其此前的加州圣迭戈母港驶达日本的横须贺，正式开始加入美军第7舰队。而2月4日这个时间点也刚好与此前叶诗文签到打卡的时间相吻合。原来，据最新的报道，DDG-115 的此次日本之行正是为了替换一艘老舰 DDG-56 麦肯号而来，而他刚刚到任，就参加了4月对于辽宁舰航母战斗群的跟歼任务。为了这次任务，这位自称中国人的叶诗文还特意申请了一个新的推特账号，并起了个日式名字 Okawari， 用于记录全部跟歼过程。这其中就包括了那个火遍各类社交媒体歼15降落辽宁舰的画面。当然，你现在再去访问，可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至于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中国人选择加入美军服役，如叶诗文所述，每艘军舰上都会有。很多在美国的网友也给出了答案。由于美国作为全球警察，全世界的基地实在过于庞大，这样兵源就成了问题，所以需要向外籍人士开放。同时也给了很多一时找不到工作又想留在美国，最终可以入籍的外国人士提供了捷径。所以推测，这位熟练使用汉语拼音的叶诗文，应该真如他所述为一名中国人，而不是如网友所述已拥有美国国籍或者美国出生的 ABC 那种华裔。华裔、华人、华侨、中国人，尽管英文都叫 Chinese， 但其中的奥妙想必只有华人世界方能知晓。那么问题来了，加入美军这种方法真的是获取美国籍的捷径吗？还别说，真的是。还记得刚才的视频吗？简介中的结尾处还透露出一个细节，这艘 DDG-115 拉斐尔号随军拍摄的军官有2位，其中一位名叫泰勒·弗雷泽，军衔比马斯汀号那位亚瑟罗森高一级为中士。而我从他这个月刚刚拍摄的一系列图片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在日本横须贺7名外籍人士刚刚获得美国国籍并宣誓的仪式，其中包括了2名海军士兵，而这7人中竟然还有1位来自台湾。大家不妨猜一下他到底是谁？答案揭晓，就是被首长挡住的这位。这是西太平洋地区法律服务办公室负责人为其颁发的入籍证书，放大后可见为美国公民与移民事务局颁发。而从右边的简介看到，这位台湾女性名叫方芳曾。
，TSENG 为威妥玛拼音中曾的拼法，所以这位台湾人的全名应该叫曾芳芳。威妥玛拼音目前仍在港台等地区使用，不过也略有不同。例如这个曾字在台湾的拼法为 TSENG， 而在香港则为 TSANG。如著名港星曾志伟的英文名就是 Eric 曾。除了这位台湾女性，其他人还分别来自科特迪瓦、菲律宾和塞拉利昂。美国军队中很喜欢用 specialist 这个词，例如这个泰勒·弗雷泽和此前的那位亚瑟·罗森的头衔均为大众传播专家，实际上就是摄影。而这位在军舰上服役的兄弟则为 culinary specialist 烹饪专家，实际上就是厨子。而另一位海军士兵则是一名航空支援设备技术员，军衔为下士。这两位黑兄弟也就解答了刚才的疑问，在美军服役的确是外籍人士入籍美国的一条正规渠道。不过这两位服役于美军没有错，那么前面5位女性又是为美军或美国做出过什么特别贡献得以入籍呢？这可就不清楚了。那位来自台湾的曾芳芳小姐，莫非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吗？其实像叶诗文这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自己中国人身份并在美军服役的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叶诗文可谓相当低调了。大家还记得几年前那位高调的微博上发布我25岁，从小在深圳长大，现在是一名美国陆军空降兵的高天才吗？这位94年出生的深圳女生在微博上发布了各种美军日常、身材曲线、大花瓣纹身、枪支摩托等事无巨细。当然目的只有一个，炫耀自己是如何拿到美国籍的。参军之前，他还通过跟一个是自己2倍年龄的美国白人结婚，目的看似都只有一个，以入籍美国作为人生的目标。网友还挖出他还教导别人通过改名字达到拥有双重国籍，甚至还用自己的小号暗中拉拢清华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怂恿他去美国，并许诺能拿全奖。这已经不是什么25岁女生硬核人生的励志故事了，俨然有了带路党的味道。自此他也从微博上消失掉了。2年过去了，不知这位高天才女士近况如何。当然作为一名中国人，想要加入美国籍，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人生，这本身无可厚非。而加入美军也确实是一种合法正规的渠道，而且除了华人以外，其他国家的人也比比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敏感。正像这位曾经参加过美军的华人网友所言，很多人选择去美国参军，是因为军队的收入和福利都挺好。如果把它当做一份工作，而又有机会入籍美国，确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并不存在卖命和誓死效忠的问题。我相信相当一部分华人选择加入美军，也都是因为这个理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尤其是解放军，可以掉以轻心。还记得抗美援朝时期那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士兵吕超然吗？当时他所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7团被志愿军包围，在面临被团灭的情况下，吕超然一马当先，一个人冲在前面吸引火力，在接近志愿军埋伏的位置大声喊道：别开火，我是中国人。在战场上突然听到对面有中国人说话，志愿军战士一时很是疑惑，于是停止了开枪。而他的这一举动却为他所在的部队争取到了时间，并利用志愿军迟疑的机会向我方开火，造成志愿军的大量伤亡，而最终帮助美方脱离了志愿军的包围圈。也因为这次的英勇表现，吕超然获得了美国的海军14勋章。每一个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都曾经宣誓过，我放弃对旧的君主、国王、国家主权的忠诚，对抗国内外所有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有了吕超然的前车之鉴，解放军在未来面对任何对手的时候，无论其操着何种语言，曾经来自哪里，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面对敌人时绝不能手软。华裔群体遍布世界各地，在美国的也很多，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成为新的国家公民，这是每个人的生存和选择的自由。但是请各位牢记，永远都不该用同胞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去换取别国的名声和地位。不管你走到哪里，又入籍哪国，作为华裔还是长着黄色的皮肤、棕色的瞳孔，失去了中国的强大，你的肤色就会变为枷锁。龙的传人歌词中写道：别人的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中华民族正朝着伟大复兴的道路前进着。愿全球华人自尊自爱，不断提升民族素质，无愧于祖先，也无愧于这个时代。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